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魔玩小邹。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测评内容呢，是来自于 Marvel Legends Gameverse 的一个Vano， 也就是毒液这样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大家相信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呢，这个今天所讲的角色呢，是来自于 Spider-Man 2这样一款游戏中的一个角色大家可以看到他在游戏中的一个表现差不多是这样的。OK， 那么我们也就废话不多说，还是老样子，我们从盒会开始说起吧。OK， 那么我已经将盒子里面的内容物全部拿出来了，我们这次就来先看一下盒会的内容吧。那么也是得益于将东西全部拿出来，可以看到在主体的背后是一个漫威蜘蛛侠的一个标识，然后这里可以看到很大的一个 Spider-Man 2这样一个游戏名称，然后下面是 Gameverse 这样一个系列吧。之前好像也做过，是 Spider-Man 1，当时没有1这个数字，就是 Spider-Man 这样游戏的设置。然后这个孩之宝的一个标牌变成了黑白的模样。然后值得一提的是，整个盒子的设计语言其实是有在致敬 PS5这样一个游戏光碟的这样一个配色的形式下面是红色，上面是白色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很明显就能看出来这样的一个致敬的方式。然后我们来看到侧面，然后侧面上面是 Gameverse 的一个标牌，然后中间就是一个毒液在一个概念图里面的一个例会吧，并不是游戏里截图，因为游戏里好像并没有这样一个画面。然后再看到下面一个 Marvel Legends 的标志，然后我们来看到盒子的背面，那盒子的背面就是刚刚侧面的一个大的概念图的一个全图，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有 Spider-Man Peter Parker， 然后迈尔斯以及毒液的一个本体。那么可以看到概念图上面的这个毒液还是非常帅气的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毒液的一个介绍，都是英文版的这个是 Marvel Legends Series 的一个标志多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侧边也是一如既往，下面是一个小的一个切片的标志，这边是 Venom， 然后这边还是一个 Marvel Legends 的标志。那么自从是85周年之后基本上都是运用这样一个盒子的表达方式。OK， 那么废话不多说，就来看到主体以及配件吧。OK， 那么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将主体物及配件所有拿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了那我们还是老样子从配件开始说起。那么这次除了身上一对并不对称的张开手型以及半张开手型之外那么它给到了一对比较常规的手型，是握拳手。那么这个我也就不多说了，大家稍微看一下上面的纹理的一个细节，我们就过掉。然后我们来看到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配件，是一个毒液的触手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触手其实也是挺大的了，跟它相比。然后我们为了凸显出这个毒液的尺寸到底有多大，我将会拿出2个人偶给大家来对比一下。这个Spider-Man 是正常的一个 Marvel Legends 6寸人偶的一个大小，然后这个毒液会比它大一些，小是12寸，然后再大一些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 Vanos 的大小。那么由此可见，这个特效件其实是已经有一个6寸人偶的高度了。那这个特效件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我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组装，然后来看一下它的表现。OK， 那么先将它们俩放到边上。然后再剩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2个配件了与其说它们是2个配件，其实我个人感觉它更像是一个配件这个是口水拉丝的一个特效件将它中间的孔洞这样一下子放到它的嘴里。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特效件完全没有必要把它拿出来，可能它是想给玩家一些选择吧可能想拉丝或者不拉丝。我个人是喜欢拉丝的一点，因为它感觉细节感会更加强一些包括平常的战狮，我个人感觉我应该会把这个头雕以及这个特效件直接装到身上做一些动作来进行战狮，而并不会像这样呆呆的站在这里当然了，呆呆站在这里也是比较帅气的一个状态OK，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主体的表现吧。那么同样的，我们还是从头雕开始看起。那么可以看到它在一个头雕的开模上面是做了一些细节的，包括一些褶皱都是有做出来。然后包括这个白色的发色其实是有点一般，并没有做出毒液那种半透明的感觉。但是你仔细看的话，是可以看到周围的一圈是有些许的黑的。大家应该通过摄像头也能看出来，对于这个漆面它还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在里面
你不仔细看可能看不出来啊。当然这个漆面其实还是比较一言难尽，有些异漆，当然这是毒液溢出来，你也可以说它是不是共生体的一些特征。OK， 那我们接下来想看到它身上的一些细节。那么我们和之前的一个毒液进行一个对比，那其实身上这些细节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也就是一些静脉的一些纹路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这次的涂装会比之前的稍微哑光一些，并没有那么反光。之前的我的这支是纳尔和毒液带翅膀的那一套里的毒液，它会比较油一些。那么今天这支呢，它就会稍微的哑光一些。OK， 那么其实它全身上下都运用的就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纹理的状态，那么其他也没什么太多可以说的。那么这一题是这次全部都运用了无孔关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胸口的这个涂装吧。那么给大家放仔细看，可以看到这个涂装其实你并不能说它有多好甚至很多的溢漆，这就是美系玩具的一个痛点。这个玩具正如我所说，是一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一个游戏，一个玩具你把它放得太近，你就会看到它一些细节上面的瑕疵。那么将它的一个腹部的拉长，那么里面也是有一些涂装的，将它和这个蜘蛛形状连起来。来看到背部的一个蜘蛛的印刷，那其实背部的蜘蛛印刷会比前面的更干净一些，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工艺上会有一些差别还是背面的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那么包括这个白色的漆是直接附着在黑色的一个塑胶上面，所以它上面并没有太多的纹路，只能看出来和外面是连着的一点纹路，但是由于白色漆的覆盖就没有那么明显。OK， 那么接下来就是进行可动测试的一个环节了。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可动测一下，然后先是头部的一个抬头，差不多到这样角度，低头这样角度，左右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动，在合理范围之内，因为它的头部给大家看一下是双转关节，是这样一个关节，所以它的头部可动相比于其他的大块头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OK， 来看一下手臂的侧平举，差不多是这样一个角度。手肘关节，那么这次的关节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关节并不像以前的大块头，要么很紧，要么很松，这次是比较适中的一个状态不会很紧，也不会很松。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种程度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腰部的一个折叠，前倾是这样，后拉是这样这样的状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腿的前踢是这样的状态。后拉被屁股所限制，只能到这儿，然后侧踢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膝关节全身的关节都是比较好掰的一个状态，也不会松，比较不错。然后我们来看到它脚部这次是多给了一个关节，差不多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当然前拉后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这支的可动我来总结一下吧。正常的一些大块头比如浩克红坦克这些他们的身材并不像其他的人物一样，他们的身材会因为他们体型的变大而变得更加的粗壮，四肢更粗壮，以至于他们做出来的玩具的可动会受到比较大的限制。而毒液就完全不同，它的身材是由正常的6寸人偶的同比例放大，所以它的一些肢体还是比较协调的，比较细长的一个状态，所以将它放大并不会影响它太多的可动。在这同时呢，也是因为它有这么大的一个体型嘛，我并没有在它身上看到太多新的细节像这种纹理细节之前的毒液其实都有，甚至于之前毒液的一些白色涂装会比它更加好看一点。因为我个人觉得白色涂装亮一些会更加好看这里还是做出了哑光的，就是觉得一般般。当然远看的话其实看不出太大的区别如果毕竟美系玩具嘛，大家对它的一些细节的刻画也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这个也是在我预期内的。但是呢，在拿到货之前，我心里给它的预期基本上是90分左右，但是现在拿到手上差不多75分左右稍微有一些失落，因为它的细节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甚至于我在想它漫画中会有一些不是漫画，就是游戏中会有那个翅膀展开的，它竟然也没有给这个条件，还是比较失望的。OK，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购买建议环节了。
OK， 那么正如大家所见，我把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替换头以及特效键放上去了，它的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就来聊一下它的价格吧。那么我预定的价格的话是420块，然后包邮到家，然后这是全新的一个价格，也是预定的一个价格基本上。然后如果你不是预定想要吃现的话，现在这个价格应该也是有的，我看闲鱼上还是有一些这个价格的。当然，官方预定的价格是599，这个价格我个人是比较不能接受的，毕竟它的细节以及品控上面的一些东西并不能支撑起这个价格然后，如果大家想买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可以等待一段时间的。它的货量我感觉不会特别的少，甚至于有些玩家拿到它稍稍失望之后，可能会把它出掉。我甚至于感觉它的价格有可能掉到300大几的这样一个程度再跌的话也不太可能，因为毕竟它这么新，再跌你可能要等你很长一段时间了短期内我个人感觉它最多也就跌到390、380这样一个价格如果涨的话，我个人感觉它是不太会涨，毕竟它的素质还是比较一般的和之前的 Vano 相比，它没有任何可玩上面的增加只是体型上面的一个扩大以及一些小巧思的一些设计，包括这个触手并没有太多吸引玩家的部分如果你是把玩的一些玩家，这只是还是比较不错的一个玩具，在维持大体积的同时，没有丢弃掉可动这个东西，也是得益于它这个 Vano 的身形如果你是一些战狮的玩家，这只也是一个比较不错战狮的对象。总的来说，你玩 Marvel Legends 对它的预期肯定是有的，然后这只是在平均线以下的一个水平，但是也不差大家可以量力而行希望大家买到自己喜欢的玩具，这就是我的购买建议感谢大家的观看，这里是玩魔安小邹，你的一键3连是我更新的动力。